我根骨讓武神都想抢，悟性却连条狗都不如。幸亏有8小时工作制外挂，靠着上班摸鱼，就把自己耗成了半个武林神话。被迫加班的我怨气滔天，直接就带人踹了黑道魔头的场子。锦衣卫办事，不想死的现在可以跪下。一块牌子就吓尿了这帮武林高手，就剩严笑生这个老狐狸。严龙头，知道自己活不了了吧？我们查了你的生意，我只是賺個辛苦錢，大頭還是像大人這樣的人物呢。我可以讓你多活3天，你自己去把主子們的錢結清，記得給你那個沒出事的孩子留5兩銀子，剩下的送來鎮撫司，然後你就在家裡暴斃，記得死慘點。聽到孩子，老登瞬間暴怒，雙掌擊碎木桌，然後傾力襲我胸口，但我安然無恙，他卻驟然倒飛撞牆，口吐鮮血，胸口有了深陷1寸的掌印。不自量力，我枉活40餘年，今日見了閣下，才知道不過是井底之蛙。但是留5兩銀子太少了，給我那孩子留100兩，讓他能有個安家的錢，我就照做。哼，就5兩，多1分也沒有。這不就是你們買賣人口的中檔價嗎？公平吧？好，就5兩。拿捏完事兒，下班走人。走到門口街上，我便毫不猶豫地踩斷了一個人的脖子，只因此人是個正在裝死的十惡不赦的人販子。但這一下卻耗費了我所有的力氣，於是我趕緊鑽進了雨夜的馬車內，開始閉目養神。千戶，那藝妓真的懷了嗎？懷什麼？那姓嚴的壞事做盡，幾十年都沒有個孩子，哪有那麼巧就被咱們抓住了？就他這種人還想留降我？做夢！還是千戶有辦法。那個藝妓怎麼處理？放了，等姓嚴搬錢送來，你去拿100兩給他，也算是脫離苦海了。懂了。你們帶着人回去復命，我要回去睡覺了。啊？可指揮使還等着你呢。管他呢，我一天只幹4個時辰，這是當年拿命換來的，指揮使親自許我的，今天夠給他面子了。他要是不爽，你就去我書桌正直底下，把那張他當年畫了押的合同拿給他看。我一天只工作8個小時。收拾完研魔頭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睡大覺，而不是給領導匯報。只因昨晚加班實在太久，累得我直接睡死過去。直到第2天日上3竿，我才穿着鬆垮的便服走出房門。爺，你可算起來了，衙門點卯都過了1個時辰了，今天點不上，這月俸祿又該扣光了。扣就扣唄，我哪天從庫裡抓2把就夠咱們吃的了。這天中午，我穿着便服，邊吃零食邊溜達進衙門。手下王海使出千斤墜，故意壓斷椅子腿，逼我去見上司。剛進屋，一雙夾雜着明暗盡力的筷子就朝我臉上飛來。我隨手一扶，筷子插進青石板裡，老頭暴跳如雷：“停表！你都當了15年千戶了，爛泥扶不上牆，昨晚為什麼不回來復命？”因為我私放罪犯，搞砸了他提拔我的計劃。他不懂權勢有多無聊，只有無敵和自由才能讓人痛快。我掏出勞務合同堵嘴，這可是我拿命換的。您血手印確認每天只工作4個時辰，可這次老頭子沒發火，反而嘆氣：“大理，陛下老態顯顯，我做不長了。你為何就不願接我的班呢？”只因朝堂將亂，如今我武功絕頂，也是時候去看看真正的江湖了。老登遞來一張紙條，是這次出遠門的差事，上面赫然寫着“剿滅5岳劍派”。
古月劍派可是名震中原的江湖頂級勢力，讓我去剿灭，這不就是變相的帶薪休假嗎？我帶着腹黑親信王海和軟萌丫鬟小厮，一路慢悠悠地晃到了齊魯地界。荒郊野嶺突降暴雨，我們剛進一座年久失修的破廟避雨，就撞上了一場送上門的刺殺大戲。先來避雨的是名震兖州府的虎威镖局。三位少侠，深夜至此，不知所谓何事啊？领头的是总镖头趙德华，這老小子表面上客客氣氣，實則陰狠狡詐。入夜後狂風大作，一縷劣質的迷煙順着破廟的門縫悄無聲息地飄了進來。這點下三濫的毒煙對我來說連個屁都不比。鏢局的嘍囉們瞬間倒下一片，唯獨趙德華這老狐狸早有防備，硬是屏住呼吸躺在地上裝死。下一秒，一個身形窈窕的黑衣蒙面女直接衝入廟內，她剛要靠近，卻猛地停住腳步，抬手甩出一個剧毒暗器。老東西，就知道你沒那麼容易找到。不知与姑娘有什麼仇怨，非要打過一場。趙德華撕下偽善的面具，雙爪如鐵鈎般瞬間暴起，帶着凌厲的殺氣直撲蒙面。這破廟裡的血雨腥風終於藏不住了。我明明是個早就超越世俗武道、武功蓋世的絕頂高手，但為了看一場破廟裡的免費武打戲，我硬是躺在全是灰塵的草堆上裝瞎。聽着外面的動靜，我還順手從兜裡掏出一把瓜子，慢條斯理地嗑了起來。老東西，拿命來！今日便要你血債血償！蒙面女身形如電，长劍捲起森冷劍花，直逼趙德華的面門。趙德華這老狐狸早就防着迷煙，他猛然睜眼，不退反進，雙爪如鐵鈎般撕裂空氣，招式極其陰毒，直取蒙面女的雙眼和天靈蓋。兩人在搖曳的火光中互不相讓，招招致命。就在這生死相搏，隨時要分出勝負的緊要關頭，咔嚓一聲清脆的嗑瓜子聲突兀的在死寂的破廟裡響起。我嚼着瓜子，吐出瓜子皮，津津有味地看着他們拼命。原本杀气腾腾的两人当场懵了，动作瞬間僵住。他們轉頭死死盯着我，眼神裡全是驚悚與茫然。這他媽可是生死決鬥，居然還有人帶觀眾躺在旁邊嗑瓜子的，這氣氛瞬間就尷尬了。你到底是誰？受死！被我當成猴戲看，蒙面女俠摸不清我這嗑瓜子群眾的恐怖底細，見勢不妙，直接扭頭遁入黑夜。但我李淼看上的獵物能跑得掉。第二天夜裡，我在泰安城客棧高高的房頂上，宛如鬼魅般再次堵住了那個想要尋仇的蒙面女俠。我已經看穿了她的劍法路數，她叫梅清河，正是名門正派華山劍派的嫡傳弟子。你到底是誰？受死！他腰部猛然發力，在半空中不可思議地扭轉腰身，短劍帶着凌厲至極的劍氣直刺我後心。這劍鋒銳利無匹，在旁人眼裡快如閃電，但在我這個絕頂高手眼裡，慢得簡直像蝸牛在泥沼裡爬行。我連頭都沒回，僅憑右手兩根手指隨意探出，穩穩夾住劍鋒，輕輕一捏，叮的一聲脆響，金剛鍛造的寶劍竟被我生生折斷作兩截。他骇然失色，拼命掙扎。我反手甩出夾斷的劍尖，嗖的一聲巨響，狂暴的真氣生生震裂了他的虎口，鮮血狂湧。掌法、指法、短劍、長劍，你用什麼武器，對我而言都沒什麼區別。老實點，我找你有點事兒。還不認輸？高高在上的華山嫡傳弟子原本傲骨錚錚，以為我會用性命威脅他寧死不屈，卻被我接下來徒手搓出的鐵砂嚇得徹底懷疑人生。我將那半截斷劍握在掌心，絕頂內力微吐，沒有借用任何工具。我手指微微用力，那堅硬無比的百煉金剛劍身竟然在我手中宛如脆弱的豆腐，化作簌簌鐵砂，瀑布般落滿了他的掌心。天下無敵的橫練功夫，讓他引以為傲的劍法徹底成了笑話。刀劍本身就是弱點，我徒手就能捏碎鋼鐵，還談什麼劍法高超？在絕對的實力差距面前，
梅清河骄傲的世界觀轟然崩塌，他顫抖着跪坐在瓦片上，滿手鐵粉，終於明白站在他面前的根本不是什麼武林同道，而是一個超出他認知極限的武道高手。他沒有拒絕的資格。梅小姐，我錯了，是我武功不好，我打不過他們，我沒有辦法。為了讓這華山女俠死心塌地當我的打手，我悄無聲息地去城裡轉了一圈，把他苦尋15年的殺母仇人趙德華像死狗一樣扔在他腳下。李淼，別打我，我知道錯了，我再也不敢了。梅小姐，我錯了，是我武功不好，我打不過他們，我沒有辦法。他逼我把蟲子放進我的耳朵，他逼我的，是他逼我的。真相血淋淋的揭開，原來15年前，這滿口仁義道德，在江湖上受人敬仰的總鏢頭，為了活命，竟配合殘暴的明教大盜，整整凌虐致死了梅清河的母親。他不恨折磨他的大盜，卻恨拖累他的弱女子。這世上的偽善，在我的繡春刀前，全都是不堪一擊的垃圾。梅清河，他交給你了。我冷眼看着這場醜陋的求饒，把制裁的權力交給了他。我剛收服華山女俠的第一件事，並非輕飄飄的幾句安慰，而是將劍交給她，讓她親手了結這段15年的血海深仇。江湖的虛偽庇護不了這種十惡不赦的首惡，名門正派顧忌體面不敢除的惡果，我僅一味來殺。當年你逼邀我母親10個時辰，我便賜你10劍。天道有輪迴，作惡者必受嚴懲，除惡務盡，方能告慰無辜亡魂。每過一炷香，我就會賜你1劍。梅清河手起劍落，長劍毫不留情地挑斷了趙德華的手腳筋脈，徹底廢去了他繼續作惡的資本。惡人的慘叫響徹夜空，這是他15年來欠下的因果。我把短劍插在地上，給這懦夫自行了斷的最後體面。可這個欺軟怕硬的惡徒，面對真正的制裁，竟然連握劍的勇氣都沒有。梅清河的每一劍，都在替當年慘死的母親討回公道。這無恥小人最終在自己種下的惡果裡絕望伏誅，大仇得報的瞬間，哐當一聲，梅清河丟下長劍，他軟軟地癱跪在地，壓抑了15年的悲痛與委屈徹底崩潰，放聲大哭。困住他靈魂的仇恨枷鎖，終於在今夜徹底斬斷了。你殺了我父親，今日我要將你碎屍萬段！給我殺！趙德華剛死，天一亮，他的女兒趙英就帶着10幾號刀口舔血的精銳鏢師追殺上來，雙眼血紅，誓要復仇。而梅清河這個迂腐的女人，為了不給華山派惹麻煩，竟然想赤手空拳跟他們講道理，簡直愚蠢至極。江湖仇殺還講什麼道理？你殺了我父親，今日我要將你碎屍萬段！給我殺！梅清河因為顧忌師門不敢用全力，瞬間被亂刀逼入絕境，左支右絀，險象環生。就在他力氣耗盡，馬上要被鏢師惡毒的套索絆倒的致命瞬間，我手下第一狠人王海看不下去了，他一腳踢飛地上的一柄鐵劍，長劍破空，死死插在梅清河面前。我出聲怒喝，逼他全力以赴，不要再当迂腐的廢物。蠢貨，出全力，不然你會死。劍柄入手的瞬間，他一流高手的靈力氣場轟然爆發，冰冷的劍鳴聲震顫四周，猛虎終於被迫亮出了嗜血的利爪。那是雲台三落，華山劍法，你竟然是華山的人！我手下的人絕不允許有婦人之人。梅清河終於拔出長劍，化身無情殺神，僅僅用了3招華山劍法，10幾個刀口舔血的精銳鏢師，就像被狂風掃過的麥子一樣，
慘叫着轟然倒下，斷肢橫飛。梅清河一式絕殺，雲台三落，劍氣如虹，掃出大片刺眼的血光。他面无表情的一劍挑斷了趙英的肩部经脈，直接废了趙英，徹底斷了他日后习武復仇的念想，斩草除根。那是云台三落，华山剑法，你竟然是华山的人！解決完這些不知死活的螻蟻，我們一行人快馬加鞭，抵達了平山衛。堂堂大碩錦衣衛千戶出差，盤纏花光了怎麼辦？自然是去當地的封疆大吏家裡，光明正大的白嫖到底。我倒要看看這齊魯地界的官員懂不懂規矩。進了平山衛衙門，我沒耐性聽那些虛頭巴腦的官場寒暄。一塊錦衣衛千戶的玄鐵腰牌擱在公案上，就足夠讓他把所有廢話咽回肚子裡。大壽朝的三品大員，平日裡也是一方諸侯，此刻連直視這塊牌子的勇氣都沒有。不知上差到此有失遠迎，下官這就騰出城裡最好的武府，讓上差歇息辦差。徐思遠騰出的武府是當地首富的宅邸，也是平山衛最近避之不及的凶宅。傳聞這裡夜半有鬼哭，丫鬟下人跑了個精光，連重金聘來的護院武師都接二連三地死在庭院裡，死狀極其詭異。我剛踏進這死寂的深院，沒有鬼氣，只有一股掩不住的血腥和腐臭味，順着地表的陰風直鑽鼻腔。錦衣衛的直覺告訴我，這地方不對勁。我順手折了根枯枝，挑開庭院中央那座假山的隱蔽石縫，裡面密密麻麻塞滿了死鼠爛蛇，血肉模糊，惡臭熏天。手法粗劣的奇門風水局，不過是用來嚇唬門外漢的障眼法。我扔掉枯枝，拿手帕擦了擦手。這世上哪有那麼多厲鬼索命？不過是有人借着鬼神的名義，掩蓋不可見人的勾當。既然有人煞費苦心地搭好了戲台，今晚我就在此拔刀，會會這路裝神弄鬼的神仙。我冷眼審視着幽暗的庭院，錦衣衛辦案多年，深知這世上本無厲鬼，多的是裝神弄鬼的活畜生。忽然，後院傳來異動，一個企業的雜役戰戰兢兢推開房門，一抬頭，竟看見一具披頭散髮、頸腔還在往外噴血的無頭女屍，正悠悠飄在半空。雜役發出一聲淒厲慘叫，當場嚇得暈死過去。我足尖輕點，如黑色閃電掠入房中，那女屍瞬間墜地，竟只是一套被人用極細的天蠶絲暗中牽引的空衣服。天菜絲可是價值連城的好東西，你就拿它幹這個裝神弄鬼嚇唬人？我屈指猛地一彈，強悍的內勁順着絲線呼嘯而去，一把崩斷了天蠶絲，直接震退了藏在屋脊上裝鬼掩蓋線索的輕功飛賊。這種不入流的雕蟲小技簡直可笑。但就在此時，另一座僻靜的院落裡，真正的殺機卻已悄然降臨。黑暗中，一只皮肉徹底腐爛，森白骨架外露，連着半截腸子拖在地上的僵屍白貓死死盯住了王海的房門。他雙眼閃烁着怨毒的幽綠鬼火，伴隨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厲死貓叫，猛地撞破了木格窗櫺，帶着極其惡毒的屍臭腥風直撲面門而來。選我，那你可算是選着了。錦衣衛的趙玉裡，從皮肉底下摳東西，可是我王某兒最拿手的絕活。這隻本該死透的僵屍白貓，眼帶鬼火，以為自己能在此肆虐無敵。可惜，他撞上的是比厲鬼還要兇殘100倍的錦衣衛百戶王海。王海指尖微動，金剛打造的钩刃在暗夜中泛起寒芒。他不退反進，身形如离弦之箭，直接貼地使出一個凌厲的滑鏟。鋒利的鈎刃順勢劃過，瞬間將大貓的腹部殘忍剖開。令人作嘔的惡臭內臟混着詭異的碧綠屍水，順着傷口灑落一地。那股腥臭之氣瞬間填滿了整座陰冷的廂房。大貓雖然不知疼痛，但在王海這拆骨剝肉的絕技面前，反抗顯得毫無意義。眨眼之間，他竟被生生剔成了一副殘缺的骨架。
王海一腳狠狠踩碎了那仍在咆哮的猫头，右手探入烂肉之中，猛地一抓，竟生生揪出一条小臂长的血红大蜈蚣。看那蜈蚣血色的肚皮里，隐約可見密密麻麻蠕动的白色虫子，被王海捏碎甩在地砖上，瞬间滋滋冒烟，腐蚀着坚硬的石头。这哪是什麼厲鬼索命，分明是苗疆最惡毒的煉蠱邪術。這金碧輝煌的豪門深宅裡，竟然藏着一個視人命如草芥的恐怖蠱師，當真是膽大包天，令人不寒而栗。王大哥，這蠱蟲有蠱怪，千萬別讓它沾到你的血。小四從小被當成人蠱試毒，這世上沒人比他更懂蠱。他劃破手掌，用自己百毒不侵的鮮血直接把蜈蚣震暈。為了揪出藏在暗處煉蠱的苗疆妖女，我一步踏入後院，運足我那半部武林神話的絕頂真氣，五掌轟然拍下，只聽雷霆炸響，地面劇烈塌陷，滿院亂爬的致命毒蟲瞬間被狂暴的真氣碾壓成惡臭的肉泥。別裝了，害怕還能怕得吐血不成？我倒要看看是什麼兇人敢在中原地界縱蠱殺人。我凌厲的目光死死鎖定在女眷中一個面色蒼白的女子身上，她正是吳員外包養的苗疆外室。我那五掌毀了她的蠱群，她遭到母蠱反噬，當場吐了黑血。在我這般恐怖的感知裡，她那點三腳貓的偽裝簡直無所遁形，敢在老子的地盤上搞事，今天必須死。殺一個煉蠱的妖女，斬不斷平山衛的爛根。吳府背後的靠山，正是自詡武林泰斗的泰山派，滿口仁義道德，背地裡卻縱容妖女草菅人命。既然江湖水髒，錦衣衛不介意親自洗一洗。我換上玄黑飛魚服，帶着梅清河踏入泰安城，無需拜帖。我抬起一腳，直接踹碎了泰山派象徵百年清譽的朱紅大門。這叫先禮後兵，聲音不大，卻壓得滿院數百名泰山弟子鴉雀無聲。管事費俊軒仗着有幾分虛名，竟敢拔劍指向大碩千戶。這種草莽做派，在我眼裡猶如井底之蛙，我連拔刀的興致都沒有。大笑隨手一揮，絕頂真氣如狂潮般湧出，連劍光都沒等他亮起，便隔空轟塌了他的胸口。費俊軒狂噴鮮血，如破布般倒飛出十幾丈。錦衣衛辦案向來不講江湖規矩，我將他的管事玉牌碾入泥水，命他像個雜役般去買菜端茶，敢違抗半句，滿院弟子的武功今日全得廢除。對付這群誓言滅如性命的虛偽宗師，就得把他們的臉皮徹底踩碎。果不其然，泰山派掌門鎮岳見左驪山終於隱忍不住，他手提重劍，面色鐵青地從大殿邁出。我掸了掸衣袖，大魚終於上鈎了。只要朝廷許可，華山派可以交給你們。我明明只是隨手坐在太師椅上喝茶，連站都沒站起來，但泰山派掌門名震中原的絕頂高手左驪山見了我，卻如臨大敵。他竟然以為能拿華山派當籌碼，跟我做這筆骯髒的政治交易，簡直可笑至極。我諷刺他異想天開。李大人，久違了，只要朝廷許可，華山派可以交給你們。話音未落，左驪山突然暴起，拔出長劍，使出泰山劍法最強殺招岱宗如何。狂暴的絕頂劍氣耗乾精血，宛如天青般直逼我胸口，連空氣都被撕裂，發出淒厲的尖笑。但我連坐姿都沒變，橫練鐵砂掌瞬間運轉，伸出右手一把死死抓住那鋒利的劍鋒。嘣的一聲脆響，我徒手將他引以為傲的絕世寶劍生生折成兩截。在我這個半部神話面前，他那點引以為傲的功夫，連給我撓癢癢都不配。你到底是誰？天下怎麼可能有這種橫練功夫？這絕不可能！泰山派的正堂內，死寂的落針可聞。
半截崩斷的劍刃當啷落地，砸碎了左驪山最後的底氣。他死死盯着虎口震裂的右手，眼中只剩惊懼。你到底是谁？左驪山的武道之心徹底崩塌。怎么可能有这种横练功夫？这绝不可能！他穷盡一生苦練的泰山劍法，曾讓他自詡為中原泰斗。可惜井底之蛙永遠無法理解真正的武道絕頂是什麼光景。高高在上的泰山派掌門傾盡全力的致命一擊，卻連讓我從太師椅上起身的資格都沒有。在絕對的實力懸殊面前，他視若性命的驕傲就像那把斷劍一樣脆弱不堪。我沒有立刻捏碎他的喉嚨。錦衣衛辦案，殺人從來不是目的，誅心才是手段。我就是要徹底擊潰他的心理防線，讓他體會到什麼叫真正的走投無路。這幫江湖草莽平日裡結黨營私，自詡名門，背地裡全是見不得光的勾當。殺一個左驪山只算斬草，只有把他逼入絕境，逼着他去動用那些藏在暗處的底牌，搬出他背後的真正主使，我才能名正言順地將整個五岳劍派連根拔起。左驪山的心理防線已在崩潰邊緣，困獸猶鬥往往最為瘋狂。他死死抓着那半截殘劍。你也怕死，互換傷勢，我這殘軀能受得住，但你卻一定會死！來呀！眼底爆發出野獸瀕死般的血光，他徹底陷入了癲狂，完全放棄了名門正派的防禦劍招，狂暴地傾瀉出泰山劍法中最慘烈的殺招，企圖以命搏命。但在我這種身經百戰的錦衣衛眼中，這種毫無章法的搏命破綻百出。我連繡春刀都沒有拔，迎着他那狂亂的劍氣，右手化掌為爪，使出少林心一把，極靜轉為極動，只在一招之內，我五指如鋼鐵般扣住他的命門，隨手捏斷了他持劍的手腕。咔嚓一聲，斷骨刺破皮肉，緊接着化爪為刃，從他側臉狠力撕下，直接扯掉了他的右耳。餘勁未消，反手一記重爪，將他胸口的皮肉生生刮去一大片，鮮血如決堤般狂飆，瞬間染紅了泰山派的大堂。你所謂的絕頂之上，也不過如此。若是不怕死，儘管追來。他借着我那一爪的反衝之力，撞碎了後堂的木窗，瘋狂逃遁。王海拔刀欲追，卻被我抬手攔下。錦衣衛辦案最忌諱只殺眼前的螻蟻，我不殺他，就是為了放長線釣大魚。人在最絕望的時候，一定會逃向他自認為最安全的避風港。我要逼他去動用最後的底牌，引出隱藏在吳府血案背後蟄伏多年的明教勢力。這盤大棋才剛剛下到最精彩的地方。本官乃錦衣衛千戶李淼，平山衛所有官吏兵丁，現在都給本官滾出來鎮壓叛亂，退後半步者斬立決。左驪山這條敗犬剛剛逃遁，隱藏在暗處的明教勢力便按捺不住了。為了阻斷我的追查，甚至逼我葬身於此。這幫瘋子竟然直接掀了桌子。泰安城內，一場蓄謀已久的蠱蟲狂潮轟然爆發，他們在全城百姓的井水與飲食中下了劇毒母蠱，顷刻之間，無數無辜百姓雙眼氣血，徹底喪失理智，淪為只知殺戮的行屍走肉。他們猶如野獸般撲向昔日的親人鄰里，瘋狂撕咬活人的血肉。明教這群陰溝裡的老鼠，蟄伏謀劃了整整15年的古兵計劃，終於向朝廷露出了最為惡毒的獠牙。放眼望去，繁華的泰安古城火光衝天，濃煙蔽日，徹底淪為慘絕人寰的人間煉獄。青石長街上橫屍遍野，殘肢斷臂浸泡在墨色的血泊中，凄厲的慘叫聲撕裂了漆黑的夜空。我站在泰安城高聳的城牆之上，全黑色的飛魚服在腥風中獵獵作響，俯瞰着下方猶如黑色潮水般瘋狂湧動的古兵大軍。本官乃錦衣衛千戶李淼，平山衛所有官吏兵丁，現在都給本官滾出來鎮壓叛亂，退後半步者斬立決。我眼底的殺機再也無法壓抑，錦衣衛的刀可以斬江湖草莽，更要誅這些荼毒生靈的國之毛賊。傳錦衣衛令，即刻封鎖全城，事關數萬百姓性命。自此刻起，無止必戰者殺，臨陣脫逃者
灭满门。泰安城防崩溃在即，州府衙门内却是一片畏死必战的丑態。我一脚踹開緊閉的朱漆大門，裹挾着佛門獅子吼的絕頂真氣，如殺神般踏入這群瑟瑟發抖的無能官僚之中。傳錦衣衛令，即刻封鎖全城，事關數萬百姓性命。自此刻起，瀆職避戰者殺，臨陣脫逃者滅滿門。獅子吼的威壓讓這群酒囊飯袋癱軟在地，懸在頸邊的屠刀逼着他們連滾帶爬的去調兵。一抹玄黑色的飛魚浮逆着奔逃的人流，孤身踏入那猶如黑色怒海的古兵屍潮之中。面對數百個被母骨控制、刀槍不入的怪物，我眼底沒有半分波瀾。對付魔教的造物，自然要用他們最敬畏的手段。我并指如劍，指尖瞬間凝聚出極寒的黑金真氣，這正是明教失傳百年的正派絕學玄天指。絕頂真氣如怒海狂濤般在長街爆發，我身形化作水墨殘影，悍然殺入獅群。每一指點出，便有一道銳利寒芒洞穿虛空。那些連金剛都砍不破的古兵頭顱，在玄天指下如同瓷器般轟然碎裂，飆出漫天焦墨污血。什麼刀槍不入的怪物大軍，今夜本官便單槍匹馬，將這群試圖屠戮百姓的雜碎徹底屠個乾淨。屠戮這些失去神智的軀殼，無需動怒，只需精準的剝奪。我左手內勁吞吐，化作無形的真氣壁壘，將如潮水般湧來的古兵生生釘死在長街之上。右手并指如劍，玄天指的黑金寒芒在夜色中冷酷穿梭，沒有多餘的招式，只有最極致的殺戮效應。指鋒過處，顱骨碎裂，一具具古兵猶如破敗的草把轟然倒地。不過半炷香的功夫，場中發狂的怪物已被清剿殆盡，滿地皆是焦墨般的毒血。然而母骨被催動到了極限，全城數萬百姓眼看就要遭到致命的反噬。千鈞一髮之際，面色慘白的小厮踉蹌上前，他沒有任何猶豫，猛然咬破舌尖，將一口至陽的人骨精血狠狠噴在那顆劇烈掙扎的母骨之上，隨即五指發力，將其當場捏爆。母骨斃命的瞬間，成千上萬條猩紅的蛊蟲幼體絕望地從全城百姓的七竅中扭曲着爬出，還沒等他們落地，便在空氣中寸寸碎裂，化作滿天飛灰。這場足以讓泰安城淪為死地的彌天大局，終究沒能跨過錦衣衛的防線。我大步上前，一把接住脫力墜地的小厮，清純的真氣源源不斷渡入，死死護住他的心脈。城中大火漸息，但真正的清算才剛剛開始。我抬起眼眸，視線穿透重重夜幕，死死鎖定在泰山之巔。明教蟄伏15年的底牌已經打空，這筆血債，本官要讓他們用全教上下的九族性命來償還。泰安城內的屍潮危機剛剛平息，焦墨般的濃煙還未散盡。我站在長街盡頭，抬頭冷冷望向那座被血光籠罩的泰山之巔。留下一隊清理首尾，其餘人等隨我封鎖泰山大陣。我去會會明教教右使，看看他到底是個什麼盤算。當年漏了他這條命，今日何該做個了結？遵命。錦衣衛辦案，絕不留隔夜仇。我將繡春刀重新繫緊，孤身一人踏上通往泰山頂峰的染血長街。而在這片血流成河的屍山血海正中央，我迎面撞上了蟄伏多年的明教右使景澤林。這個雌雄同體的宗教瘋子，為了拖我陪葬，竟不惜靠着邪功透支畢生壽元。他滿頭白髮在腥風中狂舞，形容枯槁猶如地獄厲鬼，嘴角還滴落着黑褐色的毒血。為了對付我，他竟生生挖出並吞噬了左驪山那顆變異的蛊蟲心臟。靠着這喪心病狂的秘法，他周身彌漫着令人作嘔的血煞之氣，強行把氣機拔高到了絕頂之上的境界。他自信滿滿地端坐在死人堆裡，以為靠着這偷來拼湊的渾濁力量就能抹平我們之間的鴻溝。真正的武道絕頂，靠的是心體技的登峰造極，豈是吃幾條蟲子就能妄圖抗衡的？今天本官就讓他連同他那可悲的邪道美夢一起埋葬在這泰山廢墟之中。你說你想跟我論道，那我就讓你看看什麼叫絕望的鴻溝。
這不男不女的疯子，为了這一天，竟然把自己練成了這副行将就木的鬼樣子。他體內的真氣厚度已經遠遠超過了那個死掉的藍左使，甚至隱隱觸摸到了那個傳說的邊界。李大人，您終於來了。為了能與您平起平坐的論道，我可是搭上了半個明教，連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我看着他臉上不斷脫落的血肉，冷笑一聲。這瘋子為了強行融合金剛、須彌、芥子三路絕頂境界，已經提前透支了所有的生命。他現在的每一個呼吸都在忍受天人五衰的劇痛。他以為這樣就能追上我的腳步，簡直可笑。既然你這麼想看真正的山頂，那我就成全你。下一秒，我不再壓制體內狂暴的力量，在我這個半部神化的操控下，原本烏黑的長髮瞬間如銀絲般垂落，白髮狂舞。你說你想跟我論道，那我就讓你看看什麼叫絕望的鴻溝。真正的差距從來不在招式，而在靈魂。我對你的童年陰影沒興趣，40多歲的人了，不覺得惡心嗎？泰山之巔，狂風如怒，我3000青絲隨風化作雪白，周身真氣由極動轉為極靜。這並非蒼老，而是金剛之境圓滿後的質變。對面那瘋子似乎感受到了維度的碾壓，他開始變得急躁，甚至試圖通過講述那些陳芝爛谷子的悲慘往事來動搖我的道心。他說他天生殘缺，受盡家族唾棄，最後毒死生父。在我眼裡，這不過是弱者面對絕望時最廉價的自我感動。我對你的童年陰影沒興趣，40多歲的人了，不覺得惡心嗎？我最煩這種自以為是的反派演講，直接一記玄天指點碎了他的幻想。冰澤林那張陰柔的臉終於扭曲了，他爆發出一聲尖銳的怒吼，身形快得如同一道重影，掌刀斜切而下，竟是模仿我之前殺敵的鐵形戰體。這一刀的餘威將泰山正堂數十丈的牆面轟得粉碎。兩個3路同修的怪物在這泰山之巔終於撞在了一起。漫天碎石中，我反手一記正宗的大九天掌，硬碰硬地接下了他的癲狂一擊。我就是要讓他明白，哪怕境界相同，真跡與贗品之間依然隔着天塹。李大人，你的芥子之路終究不全，還是我更勝一籌。我和橫澤林掌心相對，兩股足以毀滅世間的真氣在方寸之間瘋狂對撞，沒有震耳欲聾的巨響，因為所有的力量都被我們收束到了極致。這種境界的博弈，勝負只在剎那。周圍的青石板如落葉般被掀飛到100米高空，整座宏偉的泰山正堂再也支撐不住，在我們身後轟然崩塌，化作漫天塵埃。他確實有狂的資本。李大人，你的芥子之路終究不全，還是我更勝一籌。他強行引爆了體內2顆蠱蟲心臟，換來了短暫而巔峰的須彌真氣，想在內力上生生耗死我。他以為我不敢圓滿須彌，怕引來天人五衰，這就是庸人和天才的區別。我嘴角微微上揚，左手猛然撤力，右手卻爆發出一股更加宏大、更加陽剛的恐怖內力。既然你要拼須彌，那我就讓你見識一下什麼叫真正的如來神威。我心念一動，瞬間切換了功法路徑。誰說我不能退掉境界再轉修？你這邪道，看好了，看好了。這瘋子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他完全無法理解我這種境界回退的操作。他以為修成金剛就不能改，但我卻能隨意退回普通人狀態，在瞬間圓滿須彌真氣。
這種降維打擊讓他當場破防。我那如大江大河般的霸道內力順着他的手臂瘋狂灌入，一瞬間就摧毀了他體內所有後天接續的經脈。伴隨着清脆的骨裂声，金泽林慘叫一聲，整條左臂被我生生震斷成一團爛肉。这不可能！这世界怎麼會有這種不講道理的武功？我根本不給他喘息的機會。我現在的須彌真氣處於絕對圓滿狀態，每一拳揮出都帶着移山填海的威能。澤林像塊破抹布一樣被打得在廢墟裡翻滾，整張左臉的皮肉都被我剛才剮蹭的真氣生生刮掉，露出了陰森森的白骨。他那副不男不女的精致臉蛋，現在只剩下一個漏風的骷髏頭。他最後的活路只剩下1分鐘的壽命，以及他體內那個瘋狂扭曲的蛊蟲心臟。這最後1分鐘，他決定徹底化身妖魔，跟我同歸於盡。李大人，這一招是我勝了，陪我一起下地獄吧！澤林的心臟猛然脹大，發出淒厲的嘶鳴。他竟然引爆了最後一顆母骨，讓無數紅線般的蠱蟲鑽進他的血肉。這一刻，他的皮膚泛起一種詭異的金屬光澤。這種瀕死的肉身強化，竟然讓他短暫擁有了超越我金剛境界的力量。他張開滿是膿血的嘴，像野獸一樣死死咬在我的肩頭，想把體內的劇毒全部注入我的經脈。李大人，這一招是我勝了，陪我一起下地獄吧！劇毒入體，我感覺到一絲麻木，但在我這個把巫蠱當零嘴研究的掛逼面前，玩毒你還嫩點兒。我冷哼一聲，渾身真氣瞬間化作赤紅色的硫磺，肩頭冒起陣陣白煙。那致命的蠱毒甚至還沒來得及流進心臟，就被我生生煉化成了廢氣。我右手猛地一記少林心意，把拳頭化作千斤重錘，對着他的天靈蓋轟然砸下。勝了一招，你對自己到底有什麼誤解？在這一拳重重落下的瞬間，我清晰地看到藏澤林眼底那狂妄的光芒徹底熄滅，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絕望，伴隨着一聲沉悶的骨裂巨響。他那被蛊蟲強行催化到堅不可摧的頭顱，在我的拳鋒下如同熟透的西瓜般轟然破碎。這位處心積慮謀劃了整整15年的明教幼師，終究沒能爬上他夢寐以求的山頂。我冷冷地注視着他，看着他的殘軀在天人五衰的反噬下迅速乾癟枯萎，最後化作一灘散發惡臭的黑肉。為了永絕後患，我隨手補上一掌，將其拍成齑粉，連一丁點復生的餘地都不留。這就是草菅人命以及干擾我寶貴帶薪休假的代價。危機解除，我收起在體內激盪的渾身真氣。白髮還挺難洗的，得趕緊變回來，不然小四那丫頭又要囉嗦了。那層圓滿的須彌意境也隨之漸漸消散，滿頭白髮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重新變回烏黑。我精疲力竭地在廢墟裡翻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拖出一把還算完整的斷腿太師椅，在大堂中央的瓦礫堆上正襟危坐。黎明的第一縷微光穿透厚重的塵埃，灑在我的臉上。就在那一刻，我體內的金手指開始瘋狂跳動。這次立下的滔天大功換來的俸祿厚重到不可思議，龐大的底蘊直接將我推向了見神不壞的無上神域。這場荒誕的鬧劇總算是到了收網的時候。當王海帶着小四以及那些幸存的3派掌門終於哆哆嗦嗦地登上山頂時，看到的是這輩子最讓他們心驚肉跳的一幕。曾經宏偉氣派的泰山派建築群，此刻已經化作一片死寂的瓦礫。漫天的煙塵中，只有我一個人正坐在這把斷腿的太師椅上打盹，而在我的腳邊，明教右使銀澤林，那死不瞑目的頭顱正詭異地滾落在地。那種突破凡人極限，來自絕頂之上的恐怖威壓，無意識地向外輻射，讓在場這些平時高高在上的一流高手們，連呼吸都變得困難無比。華山、衡山、嵩山的幾位掌門，
在這股力量面前膝蓋一軟，竟然不由自主地向我低下了他們曾經高傲的頭顱。結束了，他一個人真的斬了3路圓滿的妖魔。小厮痛苦地捂住胸口，那是潛伏在他血脈裡的情蠱，在遇到不可名狀的恐怖時產生的本能顫抖。在這些江湖大佬眼裡，我是不可戰勝的武林神話，但在我自己眼裡，我只是個剛加完通宵班，累得想立刻退休的卑微打工人。感覺到體內的力量正在不斷升華，那是前所未有的蛻變。傳說中三峰真人的腳步我已經徹底看清了，但這有什麼用呢？能讓我多睡一會兒嗎？怎麼，3位掌門還要看多久？是不是想留下来幫我把這片廢墟清理乾淨？王海，剩下的爛攤子交給你了，該收的稅，該平的賬，1分都不能少。小次，咱們準備回家。聽到我慵懶卻透着殺意的聲音，3位高高在上的掌門嚇得猛地一哆嗦，他們忙不迭地上前深施一禮，態度卑微到了塵埃裡。這幾天，他們見識了魔教妖人的殘忍，也領教了朝廷鷹犬的狠絕，但真正擊潰他們心理防線，讓他們徹底絕望的，還是我李淼不講道理的恐怖武力。泰山派勾結明教，殘害同門的罪惡行徑，此時已經是鐵證如山。曾經那個妄圖在中原武林稱王稱霸的五岳劍派同盟，在我的絕对拳頭下已然名存實亡。大人神武，泰山派咎由自取，我3派愿听大人調遣。看着他们发誓效忠的模樣，我極其不屑地撇了撇嘴。我對當武林盟主沒興趣，更對這些老狐狸的忠誠嗤之以鼻。我只要他們乖乖聽話，穩住這片江湖，讓我能安穩地回去摸魚。我的目光越過眾人，看向一旁的柳白雲和梅清河。華山派這一遭損失最重，卻也是賺得最多的贏家，因為他們身後站着我這個極其護短的千戶。事情既然塵埃落定，我也懶得廢話。我緩緩站起身，隨意拍掉飛魚服上沾染的厚厚塵土，將目光投向了那條蜿蜒曲折通往下山的道路。王海，剩下的爛攤子交給你了，該收的稅，該平的賬，1分都不能少。小次，咱們準備回家。交代完一切，我帶着滿載而歸的錦衣衛班底，踩着泰山之巔壯麗的血色夕陽，慢悠悠地向山下走去。這趟出差總算畫上了句號。前方的江湖依舊廣闊無垠，但我清楚，經過泰山一戰，從今往後，整個大碩武林再也沒人敢在我李淼打卡下班的時間裡放半聲屁。讓他告，等我回京，親手拔了他的舌頭。泰山之戰那毀天滅地的動靜，如同一場海嘯，短短數日便席捲了整個大碩武。曾經輝煌一時的泰山派，在我的鐵血手腕下被徹底除名。他們積累100年的龐大產業，被我毫不客氣地用錦衣衛的手段強行瓜分。至於華山派，則順理成章接管了地盤。柳白雲知道，向我臣服是唯一的生路。外頭風起雲湧，我才懶得管。此時的我，正舒舒服服地癱在返回京城的馬車裡，吃着小厮餵到嘴邊的冰鎮葡萄，享受着久違的寧靜。千戶，那個程公公逃回京城後，立刻就進宮告了您的黑狀，說您擁兵自重，還擅自放走了魔教右正的幫兇。哦，聽着車窗外王海的緊急稟報，我懶洋洋地吐出一枚葡萄籽，發出一聲嘲弄的冷笑。這些閹黨，除了背後捅刀子還會什麼？他們根本就不懂，如今這個天下，到底誰才是有資格制定規則的人？我體內那劍神不壞境界已經徹底穩固，五感敏銳到了極點。區一個都知監掌印太監，在現在的我眼裡，連只蹦躂的螞蚱都算不上。讓他告，等我回京，親手拔了他的舌頭。馬車晃晃悠悠，我看着窗外快速倒退的風景。這趟被強行派出來的出差任務雖然累了點，但賺來的這身渾厚內功，足夠我安安穩穩地揮霍上好幾年了。在別人看來，我立下了絕世奇功，
但在我這顆只想摸魚的心裡，這滿朝文武眼紅的潑天功勞，還真不如等我回到順天府，吃上一口熱乎乎的肉馅餛飩來的實在。李淼，你還有臉睡覺？整個京城都快被程元胜鬧翻天了。他在陛下面前告狀，說你殺了蓝樂川是想滅口奪寶。回到順天府的第一件事，我根本沒搭理锦衣衛指揮使司那繁瑣的复命流程，而是直接回了自己那個破舊的狗窩，乾淨利落地脫掉那身沾滿血腥和汗臭味的飞魚服。我一頭扎進鬆軟的被窩裡，整整睡了3天3夜，那種把全世界都關在門外的感覺，簡直比登臨武道絕頂還要爽上100倍。可這種神仙般的摸魚日子還沒過幾天，指揮使豬仔那個老熟人就急吼吼的一腳砸開了我家的院門，看着滿園的荒草，再看看我這個毫無形象癱在搖椅上的懶漢，這位權傾朝野的大人氣得當場摔碎了一個名貴的紫砂壺。李淼，你還有臉睡覺？整個京城都快被程元胜鬧翻天了。他在陛下面前告狀，說你殺了蓝樂川是想滅口夺寶。我懶洋洋地掏了掏耳朵，漫不经心地瞥了他一眼。灭口夺宝，這種爛俗又老掉牙的借口，程公公那個沒種的阉人也真能編得出來。我冷笑一聲，隨意指了指桌上那一疊從泰山搜來的明教密信，以及旁邊用生石灰醃着的左驪山人頭，這可是鐵證如山。我倒要看看坐在龍椅上的那位陛下，是願意相信一個只會嚼舌根的太監，還是願意相信我這個剛救下一城百姓的絕世功臣？大人，火氣別這麼大，您要是想宰了他，我現在去一趟皇宮，不出半個時辰，他的狗頭就會出現在您的尿壺邊上。豬仔被我這平淡卻充滿殺意的話瞬間噎住了，最後只能無奈的長嘆。他終於恍然大悟，眼前這個總是想着下班的下屬已經蛻變成了一個武道極致，這順天府的天怕是真的要變了。豬仔雖然被我展現出的極致武力深深震撼，但他骨子裡畢竟是個精於算計的政客。此時他最擔心的還是這京城內搖搖欲墜的權力平衡。程公公一個死太監敢這麼囂張，全因為他背後站着那個心機深沉的貴妃。他們想借着打擊錦衣衛的由頭，徹底削弱指揮使的權柄。看着豬仔愁容滿面、坐立難安的憋屈樣，我無奈地嘆了口氣，拿人手短，既然白領了錦衣衛15年的工資，這臨門一腳我還是得幫他踢過去。走吧，大人，帶上那些政務，咱們去面聖。我順便教教那些太監什麼叫職場禮儀。我慢條斯理地穿上那身代表殺伐的御賜飞魚服，暗金色的紋路在陽光下灼灼生輝。這一次我沒有像以前摸魚時那樣縮着脖子，而是罕見地挺直了腰背。周身那股返璞歸真的恐怖氣勢壓得路過的錦衣衛紛紛低頭，連大氣都不敢喘。剛踏進森嚴的宮門，程元振就帶着一群小太監氣勢洶洶地迎面走來，看那鼻孔朝天的架勢，是想給我們一個下馬威。他那尖酸的笑聲還沒發出來，我如鬼魅般已經瞬移到了他面前。我輕輕抬起手，啪的一聲驚天脆響，程元振整個人如同高速旋轉的陀螺般飛出10幾米遠，滿嘴的老牙混着鮮血灑了一地。這一記響亮的耳光我打得極重，不僅打碎了閹黨的囂張氣焰，也打得京城所有心懷鬼胎的人心尖都在顫抖。李淼，朕聽說你修成了武道極致，連明教幼史都被你一指點殺了。微臣只想按時下班，對當武道神話毫無興趣。程元振像條死狗一樣趴在地上哀嚎，我連眼皮都沒抬，徑直跨過他的身體，帶着豬仔走入了壓抑深沉的皇極大殿。老皇帝端坐在龍椅上，身軀蒼老的像一段枯木，他死死盯着我，那種沉重的帝王威壓在如今已是武道极致的我面前轻得連一根紅毛都不如。我没有任何廢話，躬身呈上政務，只見真氣流轉，硬生生用無上內力將泰山派入魔、泰安百姓中蛊的煉獄慘狀
如走馬燈般還原在了紙面上。李淼，朕听說你修成了武道极致，连明教幼史都被你一指点杀了。微臣只想按时下班，对当武道神话毫无興趣，但微臣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百姓被邪魔当成豬狗宰割。老皇帝沉默了很久，突然他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聾的大笑，那雄浑的笑声甚至震得大殿穹頂的灰尘都在簌簌飘落。他大手一挥，非但没治我的罪，反而当场赐下一柄象征皇权特许的尚方宝剑，许我纠察京师，遇亂则斷的無上特權。這哪是賞賜，這分明是拿我當擋箭牌，替他去砍那些不安分的皇子。這般真是越來越難摸魚了。提着那把燙手的尚方宝劍走出大殿，門外陽光刺眼，身後的豬仔如釋重負地長舒了一口氣，仿佛剛從鬼門關走了一遭。但我心裡清楚，從這一刻起，我李淼的名字將徹底化作籠罩在整個大碩江湖與官場頭頂最恐怖的夢魘。這安穩的摸魚生活，怕是又要告一段落了。爺，刑部尚書的美娇娘已經被我趕走了，你要是敢收，我就在晚飯裡加點料。老皇帝這手刺劍玩得賊溜，直接把我從一個閒差千戶推成了大碩最有權勢的特務頭子。那些原本想排擠我的王公貴族，現在一個個帶着厚禮，想方設法踏破我家大門，金銀珠寶如流水般送了進來。可看着滿院子的奇珍異寶，我心裡卻只有一個想法：這些破爛玩意兒能幫我寫那些繁瑣的匯報材料嗎？爺，刑部尚書的美娇娘已經被我趕走了，你要是敢收，我就在晚飯裡加點料。面對這個越來越有管家婆潛質的丫頭，我這個堂堂武道極致，只能極其心虛地縮了縮脖子，陪着笑臉。一旁的華山女俠梅清河此刻已成了我的貼身保鏢，她眼神中名門正派的迷茫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絕對的冷冽與死忠。她終於適應了錦衣衛極其高效的生存邏輯。既然這操蛋的世界講不通理，那就直接用劍來講。我端起茶杯，目光深邃地看向遠方的皇城。幾個皇子為了爭奪那個至高無上的位置，連最後的遮羞布都快扯下來了。這奪嫡的渾水，我是100個不想燙，可樹欲靜而風不止，總有瞎了眼的人想強行拉我下水。傳說中溫文爾雅的大皇子，此時已經親自登門了。看來上班這魚是摸不成了，這出戲我不演也不行了。李大人，父皇時日無多，只要你肯助本王登基，這天下你我二人共享。大皇子朱和，人稱賢王，可我看他那雙總在算計的眼睛，就知道這貨心黑得很。他此時正端坐在我家客廳裡，擺出一副求賢若渴的架勢，想拉攏我支持他奪嫡。他開出的價碼極其誘人，說是事成之後，錦衣衛、東廠都之間全歸我管。我聽得眼皮直打架。李大人，父皇時日無多，只要你肯助本王登基，這天下你我二人共享。這強行畫大餅的技術，甚至還沒我前世的老闆專業。共享天下，虧他真說得出口。我極其無語地放下茶杯，指了指太陽的位置。不好意思啊，殿下，現在是下午5點01分。按照勞動合同，我已經正式下班了。任何關於國家大事的討論，請您明天9點去衙門排隊。聽到這話，大皇子那張偽善的臉瞬間變得比鍋底還黑。他帶來的幾個帶刀侍衛想拔刀，可還沒動手，就被我無意識散發的一絲護體真氣死死壓得趴在地上動彈不得。送走了暴跳如雷卻又無可奈何的大皇子，我舒服地伸了個懶腰。這些不知死活的皇子為了上位，竟然暗中搜羅明教殘餘的蠱毒，想搞個大的。他們自以為是天皇貴胄，就能控制那種詭異恐怖的力量，卻不知道自己根本就是在玩火自焚。既然你們這群人非要搞事情，連個安穩覺都不讓我睡，那行，那我就索性幫你們一把。
讓這把火燒得更旺一點。大皇子前腳剛走，二皇子的人後脚就急吼吼地找上了門。這幾天，整個京城裡夺嫡的火药味，冲得簡直能把人嗆死。我實在懶得跟這群滿肚子壞水的政客玩心眼，我直接下令，讓王海帶着大批錦衣衛，把全京城所有的黑市、藥店和外租商館，通通貼上封條。這一招就叫釜底抽薪。不管你們想在暗地裡練什麼爛俗的毒蛊，沒了材料，你們這群人就只能滾回大殿上去互相對罵。這個大動作瞬間引爆了整個朝堂，無數彈劾我的奏折像漫天雪片一樣，瘋狂地飛到了老皇帝的御案面前。大李啊，你這动靜也太大了，现在半個京城的商人都想吃了你，連內閣的那幾個老頭子都坐不住了。我極其悠閒地癱在房頂上，看着下面忙碌的番子，冷笑一聲：想吃我，那得看他們那群老廢物的牙口夠不夠硬。我就是要讓這群不知死活的人怕到連那個至高無上的位置他們都不敢坐。正當我悠哉摸魚時，我敏銳的耳弓突然捕捉到了一絲不寻常的波动，那是從皇宮極深處傳來的氣息，陰冷潮濕，帶着令人作嘔的腐爛味道。原來這10幾年你一直躲在皇宮裡當縮頭烏龜啊！怪不得蘭樂川會死，怪不得左驪山會被棄，原來你早就找好了更大的素材。是明教前教主吉天瑞，老皇帝难道早就被调包了嗎？我飞身躍起，滿頭白髮再次在夜空中狂舞。去他的下班時間，這一仗才是真正的終極之戰。15年前我讓你跑了，今天就算三丰真人活過来，也留不住你的狗命。我如同一道劃破死寂夜空的銀色閃電，越過紫禁城那重重疊疊的朱紅宮牆，直撲皇宮最深處的皇帝寢殿。那些號稱防衛森嚴的大內高手和御林軍，在我這個已經踏入劍神不壞境界的怪物面前，簡直形同虛設。他們甚至連我的殘影都捉不到。轟的一聲，我單手推開那道沉重華麗的檀木大門，剎那間，一股極其濃烈刺鼻的腐臭味，夾雜着詭異的藥香，瞬間灌滿了我的鼻腔。昏暗的龍榻上，那個原本高高在上的老皇帝，此時正對着一面銅鏡，極其驚悚地撕扯着自己的臉皮，每撕下一塊肉，傷口下就有無數粉紅色的蛊蟲在瘋狂蠕動。李淼，你還是來了，多虧了你殺了雲澤林那個逆徒，不然他還真想把朕當成成神之前的最後一餐呢。沒錯，這才是明教真正的幕後主使。15年前在苗疆被殺的，不過是他的一具替身。這個瘋子竟然妄圖用整個大碩的國運龍氣來供養他體內的恐怖母蠱，借此突破長生不死的壁壘。此時的他早就不能稱之為人類了，他的上半身還是老皇帝枯瘦的模樣，可下半身卻已經徹底異化成了一個極其巨大、長滿惡心觸手的暗紫色蟲巢。那種不可名狀的恐怖感，看一眼都足以讓一流高手當場精神崩潰。可惜他今天面对的是我，一個一心只想早點結束加班，並且同樣已經不屬於這個次元的絕世殺手。15年前我讓你跑了，今天就算三丰真人活過来，也留不住你的狗命。話音剛落，我一步猛然踏出，方圓100米的空氣瞬間被抽乾，極其狂暴的金色真氣透体而出，在半空中化作一尊金色的怒目金剛，带着毀天滅地的威压，对着那座扭曲的肉山轰然砸去。没用的，我有万民精血供养，我是不死不灭的神，你拿什麼跟我鬥？吉天瑞这老怪物活了上百年，確實有點東西。他那龐大肉山上長出的無數惡心觸手，每一條竟然都攜帶着絕頂高手的霸道真氣，在半空中漫天飛舞。僅僅是交手的第一波能量衝擊，這座極其奢華的皇帝寢殿就在這股恐怖的真氣激盪下，瞬間轟然倒塌。我滿頭白髮在狂風中肆意狂舞，既然想早點下班，那就只能速戰速決了。我3路真氣齊開，身法快到極致。
我手中的绣春刀每一次揮出，都能瞬间切断数十条惡臭撲鼻的触手。那些断肢掉在地上，竟然還像毒蛇一樣瘋狂跳动。没用的，我有万民精血供养，我是不死不灭的神，你拿什么跟我鬥？不死不灭，這世間哪有這種便宜事兒？憑借極其敏銳的感知，我瞬間察覺到，它的本體就藏在那座肉山的最深處，正是那顆被稱為萬古之源的核心心臟。強行逆轉體內周天，將全身狂暴的真氣壓縮到極致，整個人瞬間化作一柄長達數十丈的巨大氣刃。這可是錦衣衛秘庫裡同歸於盡的禁忌殺招。當然，對於已經踏入劍神不壞境界的我來說，這頂多也就是一次稍微大點的體力消耗。我頂着漫天潑灑的綠色毒液和真氣轟鳴，筆直地撞向了他的核心，伴隨着一聲凄厲到仿佛不屬于人間的尖叫，那座龐大的肉山轟然炸裂，一股狂暴的黑色風暴席捲了半個京城，而皇城裡所有的陰謀都在這聲驚天巨響中徹底煙消雲散。老登，後面的匯報工作交給你了，記住，把我寫成個路過的。我可不想再升官了。漫天的塵煙漸漸散去，原本雄偉奢華的皇帝寢殿，此刻竟然生生化作了一個直徑數十米的恐怖巨坑。我滿頭張狂的白髮逐漸褪去，變回了原本的烏黑，手裡拎着一顆只有核桃大小卻還在詭異跳動的暗紅色肉球。這就是禍亂江湖幾十年的萬古之源，被我極其嫌棄的隨手一把捏爆。隨着這惡心玩意兒化作飛灰，京城上空壓抑了十幾年的恐怖陰雲瞬間徹底消散，露出了一輪皎潔的明月。吉天瑞死了，老皇帝也走到了盡頭。就在這時，兩位皇子帶着大批禁軍兵馬氣勢洶洶地衝進宮來。可當他們看清眼前的景象時，卻只看到我這個渾身是血的殺神。李大人，這是怎麼回事？父皇呢？面對這千軍萬馬，我極其不耐煩地掃了他們一眼，那種猶如實質般的恐怖殺氣，竟然嚇得這上萬名精銳甲士不由自主地齊刷刷後退了一大步。反賊已除，至於誰當皇帝跟我沒關係，但不准再碰這些髒東西，否則這就是下場。兩位皇子嚇得像鵪鶉一樣，這破班終於加完了。老登，後面的匯報工作交給你了，記住，把我寫成個路過的。我可不想再升官了。我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宮門，剛邁出大門，迎面就撞上了急匆匆趕來的小四、王海和梅清河。看到我安然無恙，小四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一頭撲進我的懷裡，看着他們。這一刻，我突然覺得，這種踏踏實實的人間煙火氣，才是真正的心安之處。千戶，以後咱們真的就是這麼養老了？真的不用再去殺那些江湖魔頭了？3個月後，京城那場毀天滅地的風波徹底平息，新帝順利登基。雖然新主子對我敬若神明，但我極其乾脆地上交了尚方寶劍，推辭了所有加官進爵的封賞。我什麼權勢都沒要，只帶走了一張由新皇帝親筆簽名，蓋着傳國玉璽的終身免簽到勞動合同。老上司朱仔臨走前哭笑不得，說真沒見過把長生久視當成帶薪假期的奇葩。甩掉了一身官司，我帶着小四、王海和梅清河在京郊那座大莊園裡正式定居，每天毫無心理負擔的睡到自然醒，躺在院子裡逗逗錦鯉，聽聽小曲兒。那個冷若冰霜的華山女俠梅清河，乾脆把整個華山派都遷到了莊園外。幾百號武林高手每天在門外練劍，非要給我這個太上皇當免費的看門保鏢。沒過多久，王海和小四的婚事也極其熱鬧的辦了，整個莊園張燈結彩，鞭炮齊鳴，喜慶的簡直像過大年一樣。千戶，以後咱們真的就是這麼養老了？真的不用再去殺那些江湖魔頭了？我極其慵懶地躺在特制的太師椅上閉目養神，打打殺殺有什麼意思？老子現在可是踏入了劍神不壞的無上境界，只要我願意，這副肉身能一直熬到你們都變成老頭子。江湖上的恩怨情仇，就讓江湖人自己去解決，只要別影響老子的平靜生活。以後就算是天王老子帶兵造反，
我也只當是過年有人在放二踢脚。夕陽西下，漫天的晚霞将整座京郊大莊園染成了極其瑰麗的橘紅色。屋子裡，小厮正端着熱菜，極其歡快地喊着開飯了。練功房裡，王海中氣十足地督促着傻徒弟練刀，而冷若冰霜的梅清河正極其悠閒地坐在房頂上，用極其凌厉的剑氣修剪着梅花。這充滿人间煙火氣的一幕，要是落在外界武林高手的眼裡，大概會嚇得當場尿褲子，因為他們極其隨意的動作裡都蘊含着極其恐怖的極致武道意境。而我曾經杀伐果斷的大碩锦衣卫千戶，現在整個京郊名副其實的第一闲人，正舒服地癱在躺椅上，对着天邊極其绚爛的夕陽，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在這個充斥着暴力、背叛和野心的宗武世界裡，我硬是憑着一張勞動合同，生生砸開了一條極其安逸、只屬於我的逍遙路。哪怕我現在的武道境界早已超越了世間所有的神話傳說，但在我心裡，最重要的事情，永遠只有下一頓飯吃什麼，以及明天能不能繼續極其安穩地賴個床。這就是我的故事。一個天下無敵的錦衣衛，如何靠着一路摸魚生生拯救了世界，又如何靠着純粹的鹹魚心態，活成了全天下極其仰望的武道神話。奉勸各位一句，只要別打擾我睡覺，別強迫我加班，那這偌大的大碩江湖就永遠都能太平無事。畢竟，我也只是個一心只想準點打卡下班的普通人罷了。